士兵将一辆 T-34开进草垛，将其盖上干草，然后用木头伪装成大炮充当诱饵。当敌军坦克群赶到时，指挥官丧彪一眼便看出前方谷仓有埋伏，于是立即下令将其摧毁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尼古拉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我的妈呀！一把炮弹就2个！发现自己中计，丧彪顿时有点愤怒，立即派坦克上前准备将其摧毁。但下一秒 ，T-34再次发射了一枚炮弹，一连干掉3辆豹式坦克后，尼古拉连忙下令迅速后撤。敌军见状立即展开反击，虽然炮弹成功击中了 T-34，但却被他的斜面装甲弹到了底。发现 T-34消失不见，士兵连忙用迫击炮想要将其逼出村庄，但却没有任何发现。无奈他们只能进村搜索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枚炮弹突然凭空出现，并且直接命中敌军第4辆。与此同时，埋伏在木屋的步兵也对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，毫无防备的他们瞬间便死伤惨重。为了将 T-34逼出木屋，士兵一边丢手榴弹一边喷。尼古拉连忙命驾驶员冲出木屋，并且瞄准前方的豹式坦克再开一炮，击毁敌军第5辆坦克后，尼古拉决定躲到马厩后面暂避锋芒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敌军突然发射了一枚穿甲弹，火红的钢铁碎片犹如流星般四处横飞，一名坦克手当场阵亡。丧彪以为 T-34已经被摧毁，于是长舒了一口气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多久 T-34便再次动了起来。丧彪连忙下令调整炮塔，准备将其一击必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名身受重伤的士兵用尽全力扔出一串手榴弹，直接摧毁了敌军第6辆坦克。随后，双方再次上演了一场生死对决。凭借着高超的机动性 ，T-34率先来到路口，准备等敌军坦克出现将其一击必杀。不料丧彪竟然抄小路，直接来到了 T-34身旁。就在丧彪以为 T-34已经被彻底摧毁时，但下一秒他便惊恐地发现 T-34竟然还在调转炮塔。他连忙下令继续装。纵然尼古拉有着超强的指挥能力，T-34也没有辜负他王牌军械的美誉。奈何寡不敌众，尼古拉最终还是被敌人俘虏。2名战俘被钢丝吊着，为了活命，他们只能不停地垫着脚尖，一旦停下，生命就会终结。但这只是这座集中营最基本的成分。德军为了测试皮鞋的耐磨性，将地上铺满石子，然后逼迫战俘赤脚穿鞋，背着沙袋不停地奔跑。一旦有人坚持不住，就会被拖走卖掉。无论之前的你有多么牛，来到这里都得乖乖认怂。但却有一个人例外，他就是尼古拉。被俘3年的他曾越狱7次，虽然全都以失败而告终，但却从未放弃逃跑的信念。无论德军对他如何严刑拷打，尼古拉始终一言不发。由于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德军决定将其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丧彪突然来到了集中营。原来苏军已经打到了德国边境，前线急需一批优秀的坦克手。为了增加新兵的实战经验，丧彪决定从战俘中挑选一些坦克手，让他们驾驶着没有炮弹的 T-34进行实战。他一眼便认出照片中的人，就是当年一炮干掉他2辆豹式的尼古拉。于是他立即前往牢房，但却遭到了尼古拉的拒绝。丧彪没有废话，直接将枪口对准一旁的苏联女翻译。2，哥，我同意你的计划。尼古拉从众多战俘中挑选了3名坦克手，让他颇感意外的是，当年和他一起作战的驾驶员安德烈也在这里。随后丧彪给了他们一辆刚从战场上拉回来的 T-34，并且让他们在7天内将其修好。4人在清理坦克内的尸体时，无意间发现了6枚炮弹。尼古拉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驾驶这辆坦克越狱。他们将炮弹藏进战友的尸体，然后做好标记。但想要成功逃离，他们还需要一张地图。随后众人便开始对这辆 T-34进行维修。在此期间，尼古拉还做了一个沙盘来模拟他们的逃跑路线。7天的时间一晃而过，一辆崭新的 T-34出现在了德军眼前。安德烈还趁此机会秀了一把车技。丧彪见状很是满意，当即命人在训练场周围埋上地雷。不料这句话被一旁的女翻译偷偷听到，他随即将此事透露给了尼古拉，并请求带他一起离开。很快，实战演练的日子到，4人立即将炮弹取出，并且在周围点燃树枝进行掩护。与此同时，女翻译也从丧彪的办公室成功拿到了地图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一名士兵突然走了进来，他连忙躺在床上，假装刚亲热完的样子，成功逃过一劫。随后，女翻译又利用她特殊的身份成功离开了集中营。此时，3辆豹式坦克已经对 T-34展开了猎杀，但下一秒，见此情景，丧彪顿时有点愤怒，他连忙命其余2辆坦克对 T-34展开围剿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尼古拉已经将炮口趁德军大部队还没到 ，T-34一路横冲直撞，向着大门快速。中途他们虽然遭到了阻拦，但德军的武器根本打不穿 T-34。丧彪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去了。这几个阿姨正在等公交，却不想等来一辆 T-34。下午好，尊敬的夫人们！啊，干得漂亮，好姑娘！啊，Vielen Glück, meine Damen.
有了地图 T34便向着捷克快速驶去。路上他们找了一个加油站，老板还以为德国已经被攻占，连忙收起桌上的旗子，小心翼翼地问他们加92还是95。随后他们来到一座小镇，看着眼前这辆印有苏联红军标志的钢铁怪兽，卖菜的大妈连忙送上蔬菜水果。酒店服务员看他们很辛苦，于是便端来美酒给他们解乏。就连街上巡逻的保安也主动将武器上缴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众人烧掉囚服继续赶路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枚炮弹突然向着他们快速飞来。原来丧彪已经封锁了方圆50公里内所有道路。不过尼古拉并不担心，因为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，德军想要找到他们并不难。很快 T34便来到了距离捷克边境50公里的地方。尼古拉认为他们已经躲过了德军的追踪，于是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再出发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丧彪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并且连夜带人杀了5人。尼古拉当即决定分头行动。不料他们刚到小镇，便被德军坦克还好驾驶员反应及时，成功将坦克开进了一条小巷。但很快他们便发现前方埋伏着另一辆坦克，由于无法击穿对方的装甲，尼古拉决定从底部入手。伴随剧烈爆炸，德军坦克瞬间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。可开心不过3秒，他们很快便被3辆豹式团团包围。一番思索过后，尼古拉决定派一名队友去偷袭其中一辆坦克，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好在队友不负众望，成功将手雷丢进了敌军坦克。听到爆炸声 ，T34 立即穿墙而过开始逃。就在此时，丧彪突然赶到，并且将炮口对准了 T34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枚炮弹凭空出现，直接命中丧彪的坦克。原来队友不但没死，还缴获了一辆豹式坦克。但下一秒，丧彪便将这辆豹式摧毁。随后双方同时开了一炮，但都没有命中。就在此时，丧彪突然钻出坦克，直接摘掉一只手套扔在地上，他要和尼古拉来一场1对1的生死决斗。尼古拉毫不犹豫地答应。由于 T34 只剩1发炮弹，因此尼古拉并没有立即开炮，而是做出 S 型机动不停躲闪，等到达一定距离后准备将其一击毙。3年前的场景再次上演，这一次拿枪的是尼古拉，但他并没有开枪。眼看坦克即将掉下大桥，丧彪突然伸出手，他想在临死前和尼古拉握握手，能够和自己尊敬的对手来一场生死对决，即使失败也不会留下。影片的最后，3人抬着身受重伤的战友成功和女翻译会。猎杀 T34 是2019年上映的一部战争电影，影片全程紧张刺激无尿点，特效也做得不错，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原片。